它的这个口味，怎么说都来到了，都是女装店。炸鱼薯条在 QDB 后被钻进，这么有补味。Good morning， 我刚刚是被冷醒，但是呢，起来了之后又觉得很干很干，感觉我整个喉咙就是像一个大学老太太一样，现在讲话是有点干干的，然后又很冷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去洗一个超级无敌烫的热水澡，我打算把自己给烫熟。现在是8点48，我准备好了，准备出去吃早饭，还挺饿的，因为今天早上很早起，我早上6点就起床了，但是在悉尼早上7点的时候，太阳还没有这么的猛，也没有这么的烈，到8点的时候才开始出大太阳，现在才感觉就是亮亮的，但7点的时候还好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拖。然后今天怎么说都是穿了一个外套的人了，希望今天拍外景的时候不至于这么冷，因为昨天真的只是里面一个小吊带，然后超级无敌爆炸冷，吹冷风真的很冷。Hello， 被现实打败，直接不行啊，各位，冷啊！你穿的不是这样的呀，早上的。太冷了，从酒店一出来，直接我跳，不行啊！直接带了一个里面有这种绒毛的，因为我的后面是虽然有那个外衫，它那个冷风是直接从我的后背钻进来，超冷。现在要先去找东西吃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逛的，就很多地方都没开。这就是 Walking Dead。车百道也没开啊！为什么我昨天根本看不到？就是因为它没开店。我真的看不出昨晚这里是这样好的。呀，不得不说，它白天跟晚上区别真的特别大。今天好说歹说起得太早了，果然还是在酒店缓了缓，让自己起床气没有这么重的时候再出发是最好的选择。天虽然是很冷吧，但是我们终于坐上传说中 CBD 的 tram， 后知后觉才发现原来我们离 QVB 超级近，而且它比我想象中好看很多。我们到的时候还挺早的，而且我们也不确定里面有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但毕竟是1站的距离，我们还是下去看了看。我只能说人逛到哪是不知道的，但人一踏上 QVB， 简直就是眼前一亮又一亮啊！哎呀，你们看这刚新鲜出炉，摆满一整个柜子的烘焙，那种相拥而来的幸福感，让我感动的眼泪从嘴巴子流了下来。他们还有 pancake， 但是昨天我们有吃 waffle，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吃面包。所以他们真的把面包做得很诱人。我原本想要吃的是那个 croissant， 里面有 ham 跟 cheese。我看到他们这汉堡，还有这面包，这种面包看起来很好吃。每次看到这种去孔发酵的很好的面包，我就很想要吃。我们就点了2份面包，还有2杯热饮嘛。而这顿早餐就花了我们33刀，还是没从这恐怖的物价里缓过来。唉，我和这面包伟大的暧昧期啊，为了你我忍。才发现了一个小巧思，他们的这个 napkin 可以兜住他们的刀叉。我们现在人在 QVB 这边浅浅的吃个 brunch， 我们的酒店就在 CBD 中心点。我们原本想要先去 Opera House 那边看它，但是怕太早，很多餐厅还没开。然后刚好有经过 QVB， 我们就想说下来看一下好了。有一点惊讶，因为我们在 Google 上看到它其实11点才开，但是人流量其实都蛮多，好像蛮多人来那边吃早餐的。那小少爷点的 wrap 里面的芝士看起来超多。吃一下，它 wrap 是脆的，它菜很甜爽，很脆，而且它的菜的存在感很强。在这边吃饭真的很有那种欧式感，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是那种 city girl。摩卡喝一下。但我在 QVB 喝的这一杯热摩卡，我真的超爱。你怎么开始就拍上了？好像在那边吃饭，他们的食材就非常的直冲你的味蕾，中间也不太会有复杂的烹饪手法破坏原食材的香味。一时实在是说不出他们是食材太新鲜，还是他们智商不高。在 QVB 的建筑真的是太好看了，你们看我的 view。哦，我们这个座上面还有一个围炉，所以感觉到烘得暖暖的。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饭，选了一个有火的地方。它煮饭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一个小过道，超漂亮，感觉很有意思啊。就这么小，让他们烘好了面包之后，
全拿在外面摆出来。快喝完才发现，原来我的热摩卡有附带一个棉花糖，但我怕太甜的时候我就没加。我感觉就是自从巴厘岛回来了之后呢，在马来西亚基本上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完全对吃brunch提不起一点兴趣。直到来了这一趟澳洲，我感觉它就是brunch的食物都是让我觉得又行了。它这里的面包跟咖啡真的是做得很好吃，就是把最简单的东西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吃。有的时候真的恨自己没有2个胃，看到隔壁桌点了这个，看起来感觉很好吃，但吃也吃饱了，喝也喝足了，所以我们就打算剩下一些时间在 KUB 随便乱逛。现在大概衣服店都开了，我们拍照拍到10点，还挺多的。QUB 这边好像比较多都是女装店哦，但是现在太阳出来了，所以我要去悉尼戏剧学院那边拍外景。基本上我来悉尼也是为了拍这一个景色专门而来的。虽然我也不是那种旅游景点选手吧，但是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为了一个景点专跑一个城市了。我刚刚在这边坐着拍照，然后有一个打扮的超级fashion的一个老奶奶经过的时候，给我了一个夸夸。一开始我以为是不是我不小心挡到人了，结果他就说You look amazing，然后就觉得哇，真的好好，他们这边的人就是好有松弛感，然后很不吝啬的赞美不认识的陌生人，感觉就是超好的体验。去吧，为了影片牺牲，跳下去。我跟你讲，悉尼最过分的地方是，现在是超级无敌大太阳，所以我在那边就会很热。但是这边不是有一块小阴地吗？所以我往后一站的话，就突然会感觉到有点阴冷的。然后往外一站有大太阳，一觉得哇，好温暖啊！早上从酒店出来那个时候是完全不行，那个冷风是直接往里钻。哇，这边还可以扭蛋呢，但是对不起，我已经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女人了，我现在目前对这些毫无兴趣。这里还有卖冰淇淋哎，好多冰淇淋！不是你们太会享受生活了吧？无法想象在那边喝咖啡有多爽。这边也有一个餐厅，类似是吃 cafe food 的，看一下 menu 好了。虽然我们才刚吃饱，但是我也跑来看他们家的菜单，感觉也是吃这种甜品还有面包，就是 brunch 哦。我们现在在 Opera House 隔壁的一间 bar， 在这边喝点小饮料，因为现在实在是太晒了，直接晒到脑壳有点痛。外面呢，基本上都是坐满人的状态。你知道超恐怖的一件事情是，现在在这么热的情况下，外面还有一堆人在拍照，太疯了。我觉得今天真的特别暖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在这里真的是会被陌生人一直连续夸。我觉得应该是有连续被几个陌生
生的女孩子，还有几个比较大的，他们真的就是那种非常日常的问候，然后就给你一个 compliment。我觉得我应该赞美回去，但是每次我都会受宠若惊，因为基本上在自己国家或者是去别的地方旅游的话，都不太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所以当下不知道要怎么react，就感觉突然丧失了语言能力。但是每次想回去都会觉得好可惜，应该也去赞美对方。而且刚才就是在那个 Opera House 隔壁拍照的时候，就是非常大太阳，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他们都会主动跑过来说要不要帮你拍照。起初我还以为是他们也需要别人帮他们拍照，但其实并没有我就只是看到你长得很好看，以为没有人帮你拍了，我是要帮你拍这个样子。而且他们真的超有正能量，你想象一下，每次一出去就他们长着一副体格很好，然后很健康的样子，但是他们的性格完全就是那种小蛋糕的性格，多话软软，会夸夸，然后就是很阳光、很正能量的那种。点了一杯橙汁儿，我现在说话开始有一点点鼻音了，因为刚刚在外面晒得很痛，然后我就说太阳好大，晒透了头，结果一进来可能5分钟不到，我就在打喷嚏了，真的好冷。干杯！我这里一闲下来，嘴巴老想吃点东西，也是体验在这种景点餐厅，美美的吃上一个炸鱼薯条，感觉当下是非常的应景啊，蓝天白云还有海鸥的。昨天还在感叹他们的生活节奏非常的悠闲，今天算是非常深切的体验到，因为这盘炸鱼薯条我们快等了2个小时，而且他们抱着的工作态度永远就是你别想催我，时机到了自然会给你上菜。有点忘了当时这段想表达什么，可能是当时餐厅的音乐太顶了。该说不说，今天拍的出图率实在是太高了，已经开始忍不住原地P 图，想要直接发朋友圈了。蹭点水喝，没米买水了，各位。该省省该花花。该省省该花花。这个有补味。刚刚在那餐厅里面吃完我们的 fish and chip， 我一直在狂打喷嚏，因为我觉得很冷啊。结果一出来，我想迫不及待晒太阳，结果出来晒了一下，5分钟不到，我现在感觉我整个后脑勺还有背部要被晒伤了。我现在一想找没有太阳的地方待着，而且刚刚那个 Opera Bar 外面不是有很多人可以在海边那边拍照的地方吃饭吗？他们在那个餐厅会给那个黑色的罩子，因为外面有很多海鸥，防止他们的食物被叼走。买了个冰淇淋，这口味好像是 butterscotch 的，不知道甜不甜，试一下吧。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，突然看到好多人都在买。事实证明，他们的口味和我们相差真的好多。它的甜度有一点点齁嗓子的那种，而且我们在大堂底下吃那个冰淇淋融的巨快，它里面貌似还有一点点小脆皮，尝起来就是 butterscotch 的味道，但它实在太甜了，所以我们也没怎么吃完。为了看一个日落，已经开始爬上坡了走不动了，上一秒还在吃冰淇淋，下一秒已经开始在做 cardio， 在消耗冰淇淋，在消耗一些热量，好累哦。看这树很美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枫叶，枫叶子很大。Yeah, they love Domino. Wait, it is a Domino, bro. 右边有一个达美乐，一路爬上来都看到很多达美乐的盒子乱丢，哎呦，好车。看似非常开朗，实际上是没招了。昨天的身体打算攻击今天的我，在这种通货膨胀的时代里，双腿永远是最朴实无华的步行工具。还有一个车在那边，好像一个双联这样。是耶。让我过，让我过，快点让我过。他讲我破坏公物，犯我400块。不是要按的。哦，sorry 啊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路上磨磨蹭蹭，从悉尼戏剧院走到了巴rangaru。虽然是没想到附近有如此多的高楼，有种高级街区融合了 big city 的感觉，旁边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海，真的会仿佛爱上心里的蓝天滤镜，感觉即使是中午的大太阳，也能照到海面上亮晶晶的。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哦，我在网上看到是说，这建筑貌似用很多生蚝建出来的，所以你会看到这柱子上还有一些生蚝的壳。刚好我们逛到的时候是餐点时间，这整个街区的左侧全是连贯的餐厅，然后这回你会看到好多家庭在用餐，然后他们餐桌上摆放的全是一些海鲜拼盘，还有一些寿司，而且这边餐厅的整体格调设计的蛮大气的。讲多一次，看着他们不会用筷子的样子，你一定会被人家骂，我跟你讲。可以开班在这里教一点用筷子。我还真不能
能笑他们，因为我自己也不会用筷子。你也是要来上啊，你还要收费我啦？为什么？做生意吗？生意就是这样的。自己人赚自己的钱哦。小少爷说了，我才发现呢，它下面这些的餐厅是 fine dining， 然后上面竟然全是住宅区，我领个头。但真的有很多那些家庭，现在只是4、5点就已经开始很悠闲的在一边家庭日活动了。我们又遇到一个排长队的，然后我们还在想他们排的是什么？当然是 Gelato 啦！这家店是什么网红店必打卡吗？因为它真的是排很长队，太夸张了。为了来吃一个 Gelato， 可是现在很冷啊，超冷的哎！这停车场看起来超好看，有点像 Iron Man 那种私人车库。Iron Man 飞出来了一个。我觉得这个Barangaroo这边，它所有的 fine dining 几乎每个室内装修都很相似，然后就是很高级的感觉，就很顶，让人很想要进去消费一波，超好看。这2天真的也有看到很多人跑车，而且发现到里面坐的都是那种 daddy 级别的老前锋啊，留着一个大胡子，身体很魁梧那种感觉。在一个平平无奇的街道里面，我们竟然遇到了一个非常自然现象的一个岩壁，那纹路真的是奇特的，让我上手摸了一下，非常的坚硬啊。对啊，这里。你有说多一次？刚才这里讲在那边走 high steps， 然后看到楼梯。我记得哦 ，Google Map 很聪明，他讲 high step 爬楼梯 high step， 很好笑。所以画我的功夫还有大概12吻，哇哟，我不想爬了这楼梯。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东西，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那种真的是没有见识的人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们去别的国家旅游的时候，我们的注意力就会放在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，所以导致好像我们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过这样。为什么我们爬一个楼梯都会被对面的风景给吸引住？哎，我要看到你的狗裤跟那个水手纹。为什么？ What the fuck？ 真的是他们画的没？真的哪有外国人来这里玩的是吗？不是，我真的只有以为我去巴黎还需要爬很多楼梯，怎么还偷偷加速？你不讲武德！哇，这人真的……我们刚刚从这边爬完楼梯之后，它风景确实挺美的。不对劲哦，这观景台真的得爬很多楼梯哦！哇，你们小红书的人嘴也太严了。是谁？到底是谁吃完岛米诺把盒子丢在这个公共的骑单车篮子里面？超没有公德心的！哇，但我们终于到了！哇，哎，超漂亮啊！悉尼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但是每次一逛到那个景点，只会一直觉得好美，好美，好美。感觉在城市里待久了，都有一点逐渐忘记上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落日是在什么时候了。一上了这个观景台，真的有一种一秒进入到魔法世界的感觉，一切真的显得十分的宁静又美好。这里真的好多人来这边野餐、看日落、等日落，好多的，哇、wow, ，so chill。天空真的很好看，我大概在这边拍了好久的照片，从原本3点、4点的时候，太阳依旧还很烈，然后到现在开始，那个晚霞觉得还是挺浪漫的。给你们看，坡上的人真的超多，全是为了这个风景而来的，超级无敌多人。拍完了就走吧。就不要打扰其他人，不要占这位置好了。我感觉如果是有买点东西上来野餐吃的话，整个氛围还是挺好的。这边有人过生日，还有人拍婚纱，落日黄黄的。
炒肉拌面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，因为今天我其实没有在酒店那边要求有那个 room service， 然后我的房间上方挂了2顶假发，我不知道一个人进我房间帮我收拾的时候，有没有把他吓得怕死。唉，怎么净做这种不人道的事情呢？结果又跑来吃麻辣烫了，主要是真的很好吃。然后这个奶茶我们一样点了，但是其实一开始我点的是昨天就很想要尝试的那个草莓奶露，里面珍珠也是类似那种草莓珍珠，但是发现它没有很好喝，所以我又买了一杯。怎么说都来到了澳洲嘛，有看我 vlog 的大家都老眼缘了这饮料，但这次不是喝小白瓶，这次是喝小红瓶哦。晚餐。白天靠着不用啃维 D 的生活逛了一天的悉尼，就好这一口晚上的牛肚面条。昨天吃了好吃的爆浆芝士脆肠，今天也依旧给它选上。来，全都炫到我嘴里哦！感觉我选的每一个食材有点像后宫妃子即视感，每一口都吃得满满登登的，一个谁也不能冷落掉。女孩，你还能对自己再差一点吗？实在是好奇悉尼这碗麻辣烫里面究竟里头加了些什么东西，为何可以让我吃得如此的迷失自我？